老钱婆都要咽气了，还喝什么药？盛老夫人，您曾经可是执掌钟会、手握大权的侯府主母啊，可如今烂在泥里，连猪狗都不如。毒妇，我后悔，我不该把贤良的赵岩赶出府，却带了你这毒妇进门。后悔？晚了！如今整个侯府的金山银山都是我沈凌威的。你那个好儿子在大狱里被判了流放3000里，永世不得回京。你们盛府绝户啦！绝户！你这个毒妇！你把叶哥也杀了，叶哥他可是你亲生儿子啊！叶哥自然是我亲生的，只不过他身上流的血不是你们盛家的血，让你这辈子瞧不起我这个奴才养子，断子绝孙就是你的报应。毒妇，老天爷啊！我竟然让这毒妇害得我盛家家破人亡！儿媳来晚了。虽已被休妻，不是申家府，但赵燕仍然要送母亲最后一程。母亲，你安心去吧，这一世的恩怨情仇都随风去了。没想到，最后替我收拾送终，竟是被我亲手赶出家门的好儿媳。若有来世，我定不负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天大的喜事啊！沈管家，老夫人，方才世子派人回来送信，林薇那丫头有喜了，大夫把过了，是个男胎。什么？林薇怀了个男胎？沈凌薇怀孕，这分明是3年前的事。宣德5年腊月15，我竟然忘了3年前。是啊，老夫人，咱们盛家终于有后了呀！仗着这肚子里的长孙，老夫人定会休了那个不下蛋的陆昭言，抬举我女儿做正室。我那逆子现在何处？世子爷正在回春堂陪林薇把脉呢。林薇那丫头也是争气，一举得男，也算没有辜负老夫人平日对她的疼爱呀。疼爱？我真是糊涂了一辈子。上一世的今日，赵岩也在回春堂查出血脉，
却撞见那逆子陪着外室。逆子不仅当场写休书，还听信谗言，害得昭元流产。这件事绝不能让悲剧重演。正是。灵薇从小就跟着您，您从来没有把她当过下人。如今有了小少爷，这才是真正的一家人呐！什么一家？奴才就是奴才，主仆有别，别妄想自己够不着的东西。是，老夫人教训的是。随我去趟库房，我儿媳妇儿才是我盛家最大的功臣，我要亲自挑选一些好东西赏她。这城东的20间旺铺，马上去官府过户，转到世子妃名下。还有，这城外的千顷良田，也一并转给他。这全给少夫人。这套赤金铜面，配不上我儿媳。传令下去，取消3日后的宴会。我要去城中最大的琳琅阁，为我儿媳拍下那一套西域进贡的红宝石铜面，它必须是独一无二的。是，老奴这就去办。备车，我现在就要去接昭妍回家。上一世，我偏心逆子赶走昭妍，春后一生，我定要好好调教那个混账儿子，把昭妍捧在手心里。我竟真的有身孕了。世子若知晓的话，定会如我一般欢喜吧。哼，夫君，灵薇，你虽然眼睛看不见，但我便是你的眼。来，慢点，莫要摔着了。世子，我不后悔当初用幻瞳之术救你，只要您能重现光明，哪怕我下一辈子，心里也是甜的。你放心，我已遍访名医，定会为你寻得复命良方。你如此深情重义，无生长风，宁愿自毁双目，也不愿负你。长风，我的眼睛怎么看不见了？我的眼睛好疼啊！哥，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！长风，你这般好，我宁愿是自己瞎了，也要让你重见光明。你相信我，长风，我一定会医好你。长风，明明是我将眼睛给了你，才治好你的双眼。母亲不忍，又将她的眼睛换给了我。如今，你却将这份恩情与温柔给了另外一个女人。去吧。好嘞。叶薇，母亲得知你怀了男胎，大喜过望，说要赏你20间铺子，良田1000亩。真的？啊！天哪，老夫人对我也太好了吧！妾身只不过是个外室，哪里配得上老夫人这般厚爱啊？你怀的可是盛家的长孙，自然受到喜爱。母亲还要亲自来接你入府呢，车驾已经在路上了。老夫人可是超一品的诰命夫人，竟肯降尊玉贵的来接我。世子，我日后嫁进王府，定会好好孝敬老夫人的。夫君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陆昭言，你居然敢跟踪我，擅动成性，成何体统？我没有跟踪，我是的。姐姐，你别误会啊，世子只不过是陪我来整个平安脉的。你的孩子既然被你撞见了，那我也不瞒你，凌威腹中的孩子呀，是我的。你的孩子，盛长风，你竟敢背着我在外面养外室！姐姐此言差矣，
我与世子爷从小一起长大，青梅竹马。若非当年你仗着祖母的指挥横插一脚，这正式的位置本该是我的。说到底，你才是那个第三者。我是八抬大轿，明媒正娶的世子妃，你们这般行径，便是无谋苟合。陆兆言，我不许你这般羞辱灵薇。既然联谊撕破，那便离了吧。你要休了我？对，我要休妻。可不可以不离？必须离。休书你早已写好。我爱的是林薇，她苦守我数载，更是在我双目失明、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在岳麓山苦苦照顾我整整2个月，如此深情，我绝不辜负。错了，全都错了。当年在你出事之后，沈灵薇便卷了细软去了南阳。当年在岳麓山照顾你的人是我呀。姐姐，你怎么能冒充我呢？那2个月明明是我衣不解带的照顾世子爷，你怎么能颠倒黑白呢你？当年那场大火是我背着你逃出来的。沈灵薇，那场大火里我根本就没有看到过你的身影。你胡说！世子，姐姐入府3年，从未提起此事。今日见你要休妻，定是舍不得荣华富贵，才编造谎言冒认功劳的。灵儿说的对，若你真的救了我，为何这3年来只字未提啊？我不提是因为我爱你，我怕你又想起那段野蛮无路、如坠地狱的样子。我想让你忘了那场，简直一派胡言。世子爷，当初照顾你的姑娘是不是叫灵儿？简直一派胡言。世子爷，当初照顾你的姑娘是不是叫灵儿？没错，是叫灵儿。那就是我啊！我的龟字带着个灵字，不是我还会是谁？名字6个灵字，便是你了吗？那明明是山中何所有，林上多白云。姑娘照顾我了这么久，还不知道姑娘芳名。山中何所有，岭上多白云。岭上，那我便喊你灵儿姑娘。随公子意。你怎么知道是2句诗？这2句诗是当年我和灵儿才知道的。难道真的是你？是我，长风。怎么可能会是你？世子爷的眼睛是我用古法金针以血入药才治好的，为此我的双目受损，视线模糊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你的眼睛为何如此清亮？灵儿说的对，灵薇为了救我，双目受损，至今还要带着白纱遮光。陆昭言，你真是狡诈之极，不知从何处偷听了2句诗来蒙骗我。我没有骗你，当时为了给你入药，我确实伤了眼睛。那你为何现在看得见啊？是我母亲，她寻遍了名医，甚至不信。够了！你那母亲是个瞎子，这是全京城人都知道的事情。一个瞎子还能救了你的眼？是啊，姐姐，你编造谎言也要编造的像样些，简直让人可笑啊！陆兆言，收起你那丑陋的嘴脸，你狡辩的样子真让我作呕啊！你狡辩的样子呀，真让我作呕啊！是真的，母爱无私，情义无价。可我没有想到，我当年的舍身相救，换来的却是你的背叛和羞辱。够了，收起你的眼泪，本世子不想再看见你做戏。灵薇是我见过最纯善之人，我发誓，我定要抬她为正妻。姐姐，你也不要怪世子，你霸占了原本属于我的位置，如今离开侯府，也只不过是物归原主罢了。我绝对不会签的。我们的婚约是祖母临终前的遗愿，除非老夫人开口，否则我生是盛家人，死是盛家鬼。祖母已仙逝2年，如今侯府上下
是我母亲当家。母亲更不会答应。祖母的临终遗言是让母亲善待我，母亲可是在灵堂前立誓答应的。是吗？正是因为婆婆心疼我和肚子里的孩子，才催促世子立刻休妻的。我不信，不可能。姐姐，你该不会是以为婆婆平日对你那些冷脸都是假的吧？婆婆她老人家心里向着谁，你心里没点数吗？陆昭言，别自取其辱了。母亲早就想把你扫地出门了。谁让你放这些上不得台面的野话？林薇喜欢的是富贵的牡丹，赶紧给我扔了，换牡丹来。是，媳妇这就去。母亲别急。管家，老奴在。你立刻派人去京城最大的万花楼，挑一盆名贵的金丝向日葵，即刻送到回春堂去，给我儿媳妇。是，老奴这就去安排。老夫人定是知道灵薇在医馆，这向日葵寓意一心向阳，定是送给灵薇，表彰她怀了男胎。谁是盛老夫人的儿媳？这是老夫人特意叫人送来的名花。是我。老夫人留了话，儿媳，这是你最爱的向日葵，感念你对盛家操持终馈、延续香火的苦心呢。我最爱向日葵了，真的是母亲给我的。你在想什么呢？我才是盛老夫人心尖上的儿媳妇，这花啊，是老夫人奖励我怀上亲孙的。陆昭言，你个下堂妇可要点脸！林薇，你不是最喜欢牡丹吗？何时喜欢这种花草？婆婆送的，我都喜欢。长风，明明是我最喜欢向日葵。你喜欢又如何？你该不会是以为婆婆会送花给你这个瞎眼的女人吧？简直白日做梦啊！是的，3年了，母亲从未正眼看过我，又怎会记得我的喜？婆婆这般疼爱我，定是舍不得我肚子里的孩子受半点委屈。陆昭言，奉劝你，还是痛快地签了这份休书吧，别再死缠烂打了。签了吧。盛长风，我们不离，我们不要离，好不好？把手给我撒开！陆昭言，你娘是个瞎眼婆子，你爹是个落魄穷书生，教书都没有人要。就你这样的穷酸出身，赖在侯府，就是给世子和婆婆丢脸。昭言，昭言啊！爹娘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可告诉亲家母和姑爷了，你有喜的事，可是天大的喜事啊！什么？你有喜了？是，你不是说你从未碰过他吗？那这个野种哪来的呀？我从未进过他的房间。你这妇人不知廉耻，竟当众揽着我家女婿，你是何人？爹，别说了，我们回家吧。站住！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你肚子里的孽种，到底谁的？是你的，盛长风，你忘了吗？1个月前，你酩酊大醉，然后闯进了我的卧室。灵儿，灵儿，长风，灵儿，长风，你做什么？陆昭言，你先是撒谎，装作救命恩人，如今又凭空捏造威你圆房，你当真以为本世子傻吗？盛长风，你究竟要我做什么，你才能相信我？你说什么我都不会信。今日这期必须休。休妻？什么休妻啊？姑爷，
昭妍怀的可是盛家的骨肉呀！哎呀，老太婆，你就别替你的女儿圆谎了。世子的骨肉只能从我的肚子里出来。欺人太甚！这对奸夫淫妇欺负我女儿，我和你们拼了！哎呀，杀人了！躲开！爹，世子。林薇怀的是盛家的骨肉，你要敢动她一根汗毛，我让你们全家都生不如死！盛长风，我与你同婚3年，为你伺候公婆，操持家务，终究是我不让你这颗石头心。你还真敢怀孕！婚内通奸，怀上野种，竟然还敢赖在世子的头上，陆昭言，你简直太下贱了！来人，把这个野种给我拖下去，备好红花汤，把他肚子里野种给我化了。老夫人到了。走，把他肚子里野种给我化了。不要，这是你的仙骨肉，虎毒上界不食子呀！放开我！畜生！你们这些畜生！放开我女儿！爹，老头子，我跟你们拼了！娘，放开我！娘，来人，把这个贱妇人给我拖下去！放开！住手！住手！他是你岳母！住手！这是你们自找的。世子爷，红花汤备好了，拖下去！我绝不允许这个玷污盛家的野种多活半刻。长风，我答应你，我答应您和理，我现在就答应你，我现在就画押，我求求你不要杀害我的孩子，我求你了。世子爷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啊！你要是放过这个孽种，日后必定是个祸害啊！若是婆婆知道了，她定会怪罪你处理事情处理的不干净啊！你说的对，母亲大人最重颜面，绝对不会容忍这种丑事。母亲大人就算不杀你，也会扒了你3层皮。来人，立刻马上下去灌药。不要，他真的是你的孩子，我求你了，你不要伤害他，你会后悔的，沈长风，你一定会后悔的，沈长风。沈长风，你会后悔的，你一定会后悔的！你找我女儿干什么？拖下去！畜生！沈长风，你会后悔的，你一定会后悔的！住手！你在干什么？光天化日，堂堂侯府，成何体统？母亲，您真的亲自来接我了，儿媳真的太欢喜了。放肆！谁是你母亲？闪开！母亲，老夫人，您不是已经默许我进府了吗？况且您还派人送了祭祀向日葵给我呢。谁让你动我儿媳昭妍的东西的？脏了这好花！老夫人，这花难道不是送给我的吗？你一个没名没分的通房外室，也敢动我昭妍的东西，也不照照镜子，
自己是个什么狐媚样子。长风，老夫人这是什么意思呀？你不是说老夫人已经同意休妻了吗？母亲，林薇怀的可是盛家的骨肉啊！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盛家的血脉流落在外吗？你就那么笃定她肚子里那块肉姓盛？老钱婆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她察觉了什么？儿子敢用项上人头担保，林薇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。上一世若非我一昧偏袒这个蠢货，何至于落得那般凄惨下场？这一世绝不再惯着他。我不管他肚子里的孽种是谁的，我盛家的大门永远不会为这种不知廉耻的女人敞开。休妻，想都别想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老夫人，求求你，高抬贵手，放过我女儿吧！谁在那喧哗？谁在那喧哗？怎么听着像亲家公的声音？来人，把那个闹事的疯子给我拖进去，别惊扰了母亲。是。老夫人，孩子是无辜的，他可是你亲孙子呀！不对，这分明就是昭妍父亲的声音。母亲，你肯定听差了，那就是一个医闹的刁民，刚死了闺女，疯疯癫癫的。是啊，老夫人，这种阿杂事就别污了您的眼了，咱们还是赶紧回府吧。昭妍，我的儿媳妇呢？昭妍呢？老夫人，昭妍腹中的孩子是无辜的，求你开恩吧！昭妍，母亲，你别过去，那边晦气啊！滚开！昭妍，把人给我放开！老夫人，求求你，救救昭妍，救救孩子吧！亲家公，你快快请起。昭妍，她到底是怎么了？老夫人，昭妍嫁入侯府已有3载，一直恪守妇道，侍奉公婆，绝无二心呐！她怎么会做出苟且之事呢？亲家公，昭妍的性子我最熟悉，她绝对不会对不起长风的。既如此，老夫人为何下令强行要打掉她腹中的孩子啊？打掉昭妍的孩子？谁给的狗胆？敢动我盛明珠的孙子！母亲，您消消气。儿子这3年来从未进过他的房，他却突然有了身孕，这不是野种是什么？你个混账东西！你自己喝了酒做了什么事？自己心里没个数吗？母亲，我看见他那丑恶的嘴脸，我都想吐。我怎么可能碰他？定是那个贱人偷人！闭上你的狗嘴！我问你，赵嫣人现在何处？在后面进室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的女儿啊！盛长风，我警告你，今日若是赵嫣和我孙子有半点损失，我定要你百倍偿还！带路！老夫人，在这边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的女儿啊！放开她！都给我住手！放开！这些狗奴才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谋害我侯府的嫡长孙！老夫人饶命啊！老夫人饶命！这都是世子的死令啊！老夫人饶命！母亲，我求求你，不要杀我的孩子！母亲，这真的是长风的孩子的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我可以等孩子生出来之后滴血验亲的。母亲，
虽然已被废弃有盛家人身份，但昭爷仍然要送母亲最后一程。母亲，你安心去吧，这一世的恩怨情仇都随风去了。昭爷别怕，母亲来了，母亲为你撑腰。老夫人，若侯府真容不下昭爷，我这就带他离开，哪怕是净身出户也行。只求你不要伤害那孩子，饶我这孩子一命吧。亲家母，你且宽心，只要我圣明中还有一口气在，这一辈子我不会让人动昭爷和我孙子半根汗毛。母亲，你真的相信我？当然相信你了，母亲这是来接你回家的。这个话真的是给我的？自然是给你，我还怕哪个不长眼的冒领了去特意嘱咐。这花是送给盛家正头娘子的，这侯府的少夫人除了你还能有谁？我还以为是给沈家小姐的。呵呵，放心，外面那些阿猫阿狗，母亲自会给你清理干净。你只要记住一点，你才是侯府唯一的主母继承人。谢谢母亲。该说谢谢的是我。赵爷，你且宽心，这桩婚事，母亲定能为你守住。若是实在救不回那个脑残的逆子，大不了废了他，去父留子，直接扶我孙儿上位。长风，若是老夫人执意不休妻，那我和肚子里的孩子该如何是好啊？母亲平日最疼我，如今这般反常，定有缘故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老夫人定是在考验我。考验？对啊，当初陆昭言进门之前，老祖母不也设了重重关卡考验于他吗？如今婆婆对我越是严厉，越是在验证我对你的真心啊！只要我能经受得住婆婆的考验，那婆婆绝对能接纳我的。有道理，母亲这是在效仿祖母。林薇，还是你聪慧啊。母亲，母亲，老夫人，你怎么还跟个庄子似的杵那儿啊？丢脸没丢够吗？母亲，儿子这就带林薇回府安胎。什么？你要带这个外室进府吗？林薇自然是要跟我回去的，您不是特意来接她的吗？她多大的脸面啊，要我这一品诰命夫人来亲自迎她？那母亲你……世子，你莫要同老夫人这样讲话。这么多年以来，老夫人对我如亲生女儿一般疼爱，这般恩情，林薇没齿难忘啊。是啊，这么多年，我视你如亲生女儿，你却要急做我的儿媳妇，却妄想要当我侯家的女主人。即便我是养条狗，她都知道摇尾感恩。可你长得人模人样，却要反咬我一口。老夫人，您教训的是，无论您如何责骂，林薇既嫁与世子，定会把您当成亲生母亲一样孝敬的。收起你那些不切实际的痴心妄想，我侯府的女主人永远只有昭言一个。媳妇儿明白了，老夫人您心疼了我这么多年，今日忽得严厉，定是爱之深，责之切，在考验我的心性呢。林薇绝对不会放在心上的。少给自己加戏，你就是沈管家的女儿，在我眼里连个通房丫头都不如。是，老夫人，林薇明白了。既明白，那就滚远点。原来你躲在哪个耗子洞，现在就回哪儿待着去，别在我媳妇面前晃，害她的眼睛。母亲，
林薇如今是身怀六甲，是最需要悉心照顾的时候，怎能流落在外？还是接回府中安胎吧。今日我就把话撂在这儿，沈凌薇和她肚子里那个孽种，永远都进不了盛家门。母亲，不管您怎样想，现在凌薇肚子里的孩子最重要，侯府的血脉岂能流落在外？你非要咬定她肚子里的那块肉姓盛是吧？好，那就滴血验亲吧。不行，绝对不能滴血验亲，否则一切都完了。母亲，孩子就是我的，验什么亲啊？你这不仅是对凌薇的侮辱，更是对我的不信任。我相信你，可我这当娘的不信。凌薇从小心地纯善，对我一心一意，在我无奈迎娶陆昭言后，还安守本分，不争不抢，如此深明大义的好女子，儿子不想再辜负了。你那个好儿子，在大狱里被判了流放3000里，永世不得回京。你们圣府绝悟了！这孽障定是被这毒妇下了降头，看来要撮合他和赵岩并非易事，得让他先吃个苦头，看清这女人真面目才行。世子，你莫要为了我顶撞老夫人啊！凌薇，我不想让你再受委屈，我欠你的太多了。今日不论母亲如何阻拦，我都不愿意与你分开。长风，你还记得吗？当年的玉露山下，你也曾对我许过同样的誓言。灵儿，我不想和你分开，不论今生还是来世，我都只认你一个人。只要你能安好，我和肚子里的孩子，哪怕不回侯府，也都没关系的。当真不回府了？林薇现在最需要我，我不会让她一个人在外面受苦的。你少在我跟前演那情深意重的戏吧。你明媒正娶的妻子是昭妍，你却为了一个外室在那要死要活的，你还要不要点脸面呢？我娘，我知道你是在故意为难林薇，但林薇性子柔弱，受不得你这般疾言厉色。没关系的，世子，我知道母亲是在考验我，为了你受点委屈，没关系的。哼，不知廉耻，私通有妇之夫，这叫委屈？老夫人，我明白了，凌薇绝对不会再踏入侯府半步的。算你识相。你呢？你也不回府？林薇不回，儿子也不回。回头我就断了你的月例银子，看你这情深意重能值几两钱。好，赵岩，那咱们回府。好。嘿，长风，老夫人如今对那陆昭言如此偏爱，难道真的不管我和肚子里的孩子了吗？不会的，母亲只不过是给了盆花，让陆昭言做做样子罢了。他可是要许你20间铺子，良田1000亩的。看来老夫人果然是在考验我，怕我经受不住，所以先允下重赏，安我的心呢。对，正是此意。我们也走吧。白起，在。传令下去，立刻停了少爷所有月例银子。是。收回他的对牌，再告诉京城里咱们盛家名下的所有客栈、酒楼、商铺，只要世子爷去了，一律不得赊账免单。还有，若他用盛家的银票，也一律拒收。另外，郊外那几处庄园院子，把门锁全给我换了。反正儿媳妇也结婚了，孙子也保住了，这个逆子若拉不回来，就让他死在外面便是。母亲，您这么做，岂不是把夫君往绝路上逼啊？吃点苦头算什么？要不动点真格的，还真以为自己是个香饽饽。是这张。再是这张。我就不信了，本世子住自家的客栈还没有资格了。世子爷不是小的故意刁难你啊，是老夫人有令，凡是有咱们侯府印记的银票，一律拒收啊。
长风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这个呢？这可是御赐之物，总可以抵押吧？哎呦，我的爷，这御赐之物小的哪敢收啊？这可是要杀头的呀！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母亲大人，你当真是好狠的心啊！世子爷，沈管家派人传话来了。沈叔说了什么？母亲今日到底是怎么了？竟然断了我所有的财路，连自家的客栈都不让进。管家说，不仅如此，老夫人还把您名下所有私产别院门锁全换了，钥匙也收走了。什么？母亲这是要赶尽杀绝吗？管家说，老夫人断了您的后路，其实是为了逼您回府啊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母亲这是在逼我回去，实则是在试探我对林薇的感情是否坚定，是否会为了林薇流落街头。下去吧。长风，我爹他怎么说啊？不是，婆婆不会真的不管我和肚子里的宝宝了吧？不，恰恰相反，母亲这么做是用心良苦，逼我们回去。我懂了，看来婆婆果然是疼我的。那我们赶紧回府吧，别让婆婆等急了呀。好，你现在身子重，确实回府中安胎才稳妥。世子爷，林薇，你们可算是回来了。沈叔，您先扶林薇回正厅休息，我让人从洛阳运来的卫子牡丹到了，我去取来，给林薇赏完。长风，你真好。母亲将那向日葵给了陆昭言，我看你心中不快。这卫子啊，乃花中之后，只有他才配得上你。长风，只要是你送的，我都喜欢。哎，闺女，你回来的正是时候啊！老夫人特意拿帖子请了治世的胡太医，给你配了千金难求的安胎药，处方刚熬好。真的吗？看来这老夫人的心里还是最疼我。这少夫人的位置，我是坐稳了。那是，你现在肚子里可是侯府的长孙，在这高门大户里，母凭子贵，那可是铁律。少夫人，这是老夫人特意让胡太医给您配的安胎药，老夫人特意交代说让你趁热喝下，一滴都不能剩。母亲的心意，我自当领受。王嬷嬷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把老夫人准备的安胎药给小姐弄过来！林薇小姐回来了。这是给少夫人喝的，少夫人已经在喝了。还不赶紧拿过来！沈管家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少夫人，你最好搞清楚你在侯府算个什么东西。老夫人给你，不是给未来少夫人准备好的安胎药，你好意思喝吗你？沈管家，你这是少夫人，是在叫谁呀？自然是真正的贵人啊！我是侯府明媒正娶的少夫人，喝我婆婆给我准备的药，有何不可？陆昭言，你就别再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那药是给我的。你不过是家生子的女儿，连侯府的半个主人都算不上。如今回府做客，竟还要跟主人抢药喝吗？陆昭言，少摆主人的谱！你这个少夫人，当不了几天了。林薇现在怀了侯府的长子，老夫人迟早会把你赶出家门。就是，到时候你那药还喝得下去吗你？这就不劳你费心了，这药我喝得下。王嬷嬷，你瞎了吧？还不赶紧把药抢过来！沈管家，老夫人亲自吩咐让我服侍少夫人喝药，老奴不敢违抗。王嬷嬷，你在侯府侍候这么多年，老夫人平日里有多宠林薇，有多嫌弃这个媳妇儿，你心里没数吗？就是，王嬷嬷，你眼睛又没有瞎？今日站错了队，等来日我当上了主母，第一个发买的就是你。这是林薇姑娘，沈管家，我是奉老夫人之命，让你做个事推三阻四的，我看你是不想在侯府待了。王嬷嬷，你且下去吧，这安胎药我会喝完的。是少夫人。沈凌薇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哎呀，是什么倒了呀？是婆婆给我的安胎药吗？少
少给我在这演戏！我看你就是故意的。姐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眼睛又看不见，怎么可能是故意的呀？你在干什么？长风，你还真是见不得他受半点委屈。少给我顾左右而言他！你明知林薇目不能视，为何还要趁机羞辱他？长风，我没事的，你不要凶姐姐啊！给脸不要脸！长风，这花是给我的吗？好香啊！谢谢长风。沈小姐刚刚不是还看不见，把我药都打翻了，现在怎么接花接得这么自然？现在怎么接花接得这么自然？我只是闻到花香了。陆少言，你为何一直针对我呀？你如果不想被立刻休妻，就少在我面前玩那种挑拨离间的把戏。世子爷，林薇府衙的金师爷带着宽梅来了。金师爷来做什么？世子爷，你糊涂了。老夫人不是说把20间铺子、20辆马车都赏给林薇吗？金师爷是来做公证，让林薇摁手印的。哦，对，母亲既然说要送，那肯定是要立下契书的。林薇，这都是你应得的。真的吗？只要我按下手印，那20间旺铺就都是我的了。那是自然。可我听母亲说，将这些产业转到我的名下。少夫人，你不会以为我们叫你一声少夫人，就真的可以在侯府当家做主了吧？是真的，老奴亲自听老夫人说过，这些田产和铺子是给少夫人的梯级。王嬷嬷，你去门口候候，看母亲何时回来。是，老奴现在就去。这走下人是不想在下人面前丢人现眼吧？既然这么要脸，赶紧收拾包袱滚蛋！等老夫人真赶你走了，那就更难看了。我竟不知这侯府什么时候有你一个管家当家做主。这些年都是我和闺女打点内务的，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做主。就是，姐姐，我才离开半年，就忘了这府里谁说话算数了。怎么，这侯府的主人竟是沈凌薇？我会娶凌薇为正妻，日后啊，她便是侯府主母。说话自然能做主。要不是那老钱婆突然玩什么考验把戏，我早把你这个碍眼的贱人发卖了。她是女主人，老夫人可还健在呢。凌薇自幼在侯府长大，母亲对她视如己出，宠爱有加。母亲大人自然想让凌薇当这个家。大少爷、少夫人，金师爷来了。金师爷，请。陆昭言，我要是你，现在就识趣的走开。毕竟这接受万贯家财的场面，你见了也是徒增悲伤呀。小人得志，木何而冠？世子妃，请留步，您是这份转赠契书的第一受赠人。这个手印啊，还得由您来摁，请您稍等片刻，切勿离开呀。我吗？金师爷，这剑夫人无关紧要，还是让她回避吧，免得扫兴。世子爷，您说笑了，少夫人才是重中之重，而且这份价值连城的转赠契约，少夫人要不在场，这手续如何办得呀？金师爷，此话何意啊？你确定非要这个贱妇人在场不可？那是自然，这是老夫人的死命令。难道母亲是想让陆昭言亲眼看着巨额家产落入凌薇手中，好让她彻底死心，主动求去？长风，婆婆应该不是要羞辱姐姐，只是想让姐姐看清楚婆婆的态度，知难而退罢了。言之有理。既非要我在场的话，那我只能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姐姐，婆婆为了迎我回府，赏了我万贯家财，姐姐看了可不要眼红啊！毕竟我在婆婆心中的地位，姐姐是拍马也赶不上的。凌薇，你跟一个外人费什么口舌啊？外人，世子妃真是好心性，心胸宽广，令人佩服啊！
我是世子明媒正娶的正妻，侯府的当家主母，说因为外人的几句闲言碎语而计较的话，岂不是让别人笑话我们侯府没有容人之量？你也配代表侯府啊？就凭我是母亲亲自认定的世子妃。姐姐，婆婆为了迎我回府，那是真金白银的赏，婆婆又赏了你什么呢？哟，就那盆破花呀！怎么，沈家小姐这个时候又能看见了？我只是突然想起，方才听管家提过，姐姐入府3年，婆婆从未让你执掌过钟馗，更别提送什么值钱的玩意儿了。哎呀，闺女儿，你怎么总在人家伤口上撒盐呢？爹爹教训的是，我如今有长风的疼爱，婆婆又送了我万贯家财，我是该收敛一些。毕竟婆婆她不喜欢张扬之人呢。母亲赏的再多，这正妻之位还是我的。姐姐，你那脸皮可真厚啊，比那城墙都要厚了。陆兆言，让你留在这儿确实残忍，不过不让你看清现实，你总心存侥幸，还以为侯府离不开你。这少夫人是真能忍呐！这就好比你被疯狗咬了一口，总不能咬回去吧，只能自认倒霉罢了。少夫人真是通透，不愧是名门宗府之典范。够了，金师爷，你别再捧杀他了，省得他以为侯府离了他真赚不了了。我们盛家当然离不开昭妍。我们盛家当然离不开昭妍。老夫人，老夫人老夫人，母亲，老夫人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母亲，王嬷嬷，还不快给老夫人上茶？是。上一世这毒妇，半年后才复母，如今看他这眼疾手快的劲儿，分明是在装瞎，得赶紧派人查清楚。人都到齐了，开始吧。是，老夫人。林薇，离母亲坐近些。好。放肆！什么场合？主客尊卑你分不清吗？签赠与契书，林薇作为受赠人不能做吗？他是什么东西？他也配坐这儿？给我站一边去！老夫人，林薇现在怀有身孕呢。沈管家，主子说话什么时候轮到你奴才插嘴了？母亲，这大喜的日子，你何必如此咄咄逼人呢？长风，就听老夫人的吧，我真正没事的。昭妍，来，坐母亲身边来。是，母亲。陆展言，你且得意这一时半刻，等这万贯家财落入我手里，我看你能不能笑得出来。长风，此份转赠契书，一式3份，转赠人、受赠人各执1份，府衙存档1份。今日官媒前来，一旦画押，便受大律保护，绝无更改之理，请各位知悉。现在请老夫人用印。沈管家，退后。长风，我是不是只要签个字就好了？若是没有私章，按个手印即可。世子爷，林薇她看不见，劳烦您帮她指引一二。哎呀，那是自然。来，林薇，一会儿放轻松些，我让你写哪，你便写哪。我虽然眼睛看不见，但名字还是会写的。林薇，轮到你了。慢着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来签什么？母亲，母亲，您这是何意啊？老夫人，我还没画押呢。你又画什么押？你是哪门子的侯府少夫人啊？可老夫人，您那万贯家财
还有您的千亩良田，不都是赏给我的吗？这价值连城的家业，我为什么要送给一个外室？从始至终都是给我儿媳妇昭妍的梯级。给我的，那是自然，除了你，谁能配得上？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老夫人，我怀的可是侯府的长孙啊，我才是侯府未来的主母啊！长孙，那就先滴血验亲吧。什么？老夫人，你非要这般逼我吗？我逼你，不是你企图混淆侯府的血脉在先，我想要一个确凿的证据，是我在逼你。老夫人，我知道你在考验我，可你若再这般刁难于我，我宁愿不要这些身外之物，也不要再受这份气了。还真是把自己当盘菜。母亲，林薇心思软弱，受不了您这些弯弯绕绕的试探。盛长风，你真的觉得我在试探他？难道不是吗？母亲，您今日要是想要这个孙子，您就赶紧把这些产业给林薇，否则今日若是惹恼林薇，日后想是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别怕，我与你共进退。长风，只要有你在，我可以什么都不要的。母亲，我劝您别太过分。今日若是气走了林薇，您失去的可不是一个孙子，还有我这个儿子。好啊，那你现在就给我滚出侯府！白起，在。把这两个人给我拦住，省得他们发疯惊了少夫人。是。好儿媳，来，立刻签了他。母亲，此事签字恐有不妥。有何不妥？你记住，男人靠不住，只有钱财才能靠得住。这男人会变心，会骗你，这万贯家财永远不会。乖，你眼不瞎心不瞎，签了。这，母亲，您就为了跟我赌气，叫陆少言签这个字，万一他是真签了，那之后想要追回，那又得费多少周折呀？姐姐，你应该很清楚，这些东西也不属于你。签。好。陆少言，你先是霸占了林薇的名分3年，如今要霸占她的家产吗你？签了，别理那个蠢货。陆少言，你敢签试试？你还真敢签！没了，全没了，那可是侯府半个家产的产业啊，全没了。陆少言，你抢别人的东西就那么好吗？你抢了我的位置，抢了我的男人，现在又要抢我的钱财，你就不怕遭到报应吗？这是盛家的产业，什么时候成你的了？谁给你的脸？老夫人，你竟是欺人太甚！母亲今日既然这样做，日后定是会求着我们回来的。是啊，我肚子里怀的可是侯府的金孙啊！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。白起，在。把这2只聒噪的苍蝇给我插出去，吵得我头疼。不行！沈管家，你也想随着逆子一道滚吗？别以为我不敢动。老奴誓死效忠老夫人。大少爷，请吧。盛老夫人，今天是我和林薇自己要走的，可不是被你赶出去的。日后就算你8抬大轿来抬着我、求着我回去，我也不会回来的。少废话，赶紧滚吧！哼，你别后悔。林薇，我们走。老夫人，你可想好吧，等到那一日，可就不是区区万亩良田就能取得我的原谅的。还是我贵宾有骨气，就该这只老太婆的消沉气焰。你一个家生奴才的女儿，连盛家的下人都算不上，一个毫无干系的外人，你哪来的脸让我向你赔罪？
我是卑贱，可如今你的亲儿子还有你的亲孙子，可都在我的手里攥着呢。装了20年的小白兔，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。从前可以不争，但如今我要为了我的孩子，如果我再不争的话，就会对不起我肚子里的这个孩子。你能忽悠走的，就只有你身边那个蠢货。除了他这身皮囊，你要想从我盛家拿走1文钱，就算我盛明珠无能。老夫人，你话可不要说得太满了，别到时候打脸打得太疼，我都替你臊得慌。林薇，长风，我难道说错了吗？咱们的孩子都马上要出生了，你就算不为我着想，也要为咱们的孩子着想吧。那是自然，我答应过你，我们一家3口要荣辱与共。那就赶紧的共同进退去吧啊！别在这碍眼。盛明珠，你若是不拿出双倍的家产的话，我是绝对不可能会原谅你的。你就做好孤独终老、断子绝孙的准备吧。沈凌薇，你知道你自己在放什么狗屁吗？哼，急了，老夫人你急了，你快听清楚了。若是没有双倍的聘礼的话，我是绝对不可能再踏入侯府半步的。这不孝子，说真的救不回来，这好算是练废了，不要也罢。母亲，你也别怪林薇，要怪就不该用那些下作的手段来侮辱她。沈长风，我真后悔当初不惜一切要让你重复光明。儿媳妇这话是何意？难道那个逆子眼疾康复又有隐情？白起，把他们给我轰出去！快起开，我自己能走。你敢动林薇下试试？哼，走。放开我！我怀的可是侯府的子孙。区区一个奴才秧子，也竟敢指着鼻子跟我叫嚣，反了天了！母亲，赵岩，只要你还在府中，咱们这盛家就乱不了。金师爷，要放过目。契书已成，如今这1000万家财尽归于少夫人名下。好，沈管家送客。是。站住！把这花给我扔了，看着就碍眼。传令下去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侯府除了少夫人最喜欢的金丝向日葵之外，其他所有的花草一概不准出现。是母亲之事。赵阳，你刚才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媳妇说还没来得及写呢。我问的是，你说后悔让长风重见光明那一句。母亲应该是听差了。你不相信我？媳妇不敢。如今这侯府之中，只剩下你我婆媳2人相依为命。你若有什么委屈，尽管跟娘说，我这当母亲的定为你做主。母亲，当年长风坠崖重伤，双目失明，是我救了他。是你救了他？是你救的？母亲，真的是我，不是沈凌薇。当年在岳麓山下，我照顾了长风3个月，为了让他重见光明，我不惜用了幻瞳术。那为何如今能看得见？是我的母亲，她不忍心看我这样，于是将她的双眼换给了我。我好后悔，我后悔不应该将光明给了那个负心汉，将黑暗留给了最疼爱我的母亲。好孩子，你尽管放心，我一定寻遍天下名医，无论花费多少，定能治好你母亲的眼睛。你相信我？傻孩子，我自然相信你。可是长风他不相信我，他只相信沈凌薇。既然这个瞎了心的东西不信，那
婚就合理了。合理。罢了，看你这副模样，终究是对着孽障还有情分。那这样，母亲再帮你一把。谢谢母亲。我就想知道，当年在月鹿山上，他换的灵儿，究竟是我还是神灵？不管是谁，他既已离府，那就当他死了。你安心把孩子生下来，我们重新培养一个小侯爷。好，那媳妇就先回房了。去吧。白起，属下在。我要3年前少爷坠崖前后，以及那个神医之眼的所有卷宗，事无巨细，全部查清楚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陈管家，老夫人，您吩咐。少夫人刚才出去了。是，少夫人拿雨伞出去了。这傻孩子，终究还是放不下那个混账东西啊！那是诚心礼季家的烧金，他居然还记得。什么破事？要我2两银子？哎！哼，没想到盛长风那个蠢货真的净身出户了，害得老娘到手的家产全没了。哼！你冒雨买了我最爱吃的东西，你在乎的究竟是谁？林卫，身上热啊，这是你最爱吃的烧鸡，还热乎着。你让一个孕妇吃这种油腻的路边摊？盛长风，你是侯府的世子，不是路边的乞丐啊！我只想着，当年你在山上不是一直在想这口吗？我以为你会喜欢。那个时候我是个村姑，现在我肚子里怀的可是侯府的亲孙，别再给我吃这些垃圾！林卫，盛长风，我可以跟着你吃糠咽菜，可肚子里的孩子，你难道让他一出生就跟着你乞讨吗？知道，亲生我母亲做的确实太过分了。盛长风，我根本不在乎那些家产，我只是争那一口气而已啊！盛长风，想要取得我的原谅，就让你的母亲带着双倍的聘礼求我回去。哎，给，肯定能给。侯府富可敌国，将来万贯家财都是我的，就算娘不答应，我从私库里也能给你。那你现在给我。娘封了我所有银票和印玺，我一时半会儿拿不出来。哼，那就等你什么时候拿得出来，再来找我。林卫，你干什么去？你管不着，没钱别来烦我。林卫，林卫，林卫，林卫。怎么是你？跟我回家吧。是母亲让你来的，定是母亲让你来的。我就知道，这就是刀子嘴豆腐心。我得赶紧告诉林卫，母亲后悔了。林卫，母亲后悔了。后悔？晚了。那你要如何才能答应我回去？2个条件：第一，你跟陆昭言立马写放弃书；第二，我要盛老夫人带着双倍的聘礼求我进门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现在就去找母亲。我还在期待时，他早就变心了，不，或者说他从来不算了。我跨越山水奔向你，要让我淋雨？让你淋雨是沈如薇，我是来给你撑伞。那你为何突然又走了？因为你不配。少跟我玩这种欲擒故纵的把戏。少跟我玩这种欲擒故纵的把戏。你别自作多情，我只是忽然觉得自己可笑又可怜。哎，站住！
陆少言，本世子告诉你，这招对我没用。你在梦里留下的痕迹，像谜语。哎呀，世子爷，你身上的衣服全湿了，赶紧进屋吧。沈管家，老夫人，你放心，我已经让厨房熬好了姜汤，厨艺也备好了，绝对不让世子爷吃。沈管家，忙你的去吧。站住！我让你进来了吗？母亲，您这2日还没逞过威风吗？能不能停止那些可笑的考验了？我怎么可能生了你这么一个蠢货儿子？母亲，您够了，别企图用这些手段逼我就范啊！娘，母亲，我才是您唯一的儿子，您在做什么呀？做什么？既然你听不懂人话，我这个当母亲的自然有责任把你打醒。你还打？打的就是你！谣言身怀6甲，你却让他淋雨回家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我就知道，定是陆少言在你面前挑拨离间，他是看我羞妻心切，才这般讨好您。陆昭言这么好的媳妇，你都要辜负，你是本出有蒙的心吗？外面的狐妹子和自己家里的正妻，你分不清吗？我真是太失望了。母亲，您再这样说，信不信我不回这个家了？可以，我是没得选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早就可以不认你这个儿子了。也不要紧，我的媳妇已经给我怀上了我的独孙，这个家你爱回不回？母亲，你要是想要孙子，就赶紧把双倍的聘礼亲自拿去请凌威，否则你这辈子别想抱孙子。沈凌威肚子里的那块肉，就只有你自己稀罕去吧。我的孙子必须是从昭言肚子里生出来的。你不怕侯府沦为笑柄，就尽管护着那个贱妇。翅膀硬，敢阴阳你娘！陆昭言的孩子不是我的，母亲，你会后悔的。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？沈管家，带守夜丫鬟春桃。春桃，把你那日所见之事全都说出来。那一夜世子爷大醉，确实是在少夫人房中。次日，奴婢还在床头捡到了世子爷的麒麟玉佩。这麒麟玉佩你戴了10几年，除了你，还有谁？这竟然真的是我的！想起来了。就算陆少言的孩子是我的，那凌威的孩子也是我的，手心手背都是肉。你以前明明更喜欢凌威的。对沈凌威那是明面上的客套，对我儿媳妇才是真心实意的疼爱。你让我儿媳妇今日淋了雨，身体不适，赶紧滚进去给我伺候她。我也淋雨了，你让我去伺候她，以前都是她过来伺候我的。听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你娘！凌威还等着我去救她，但是老太太态度强硬，实则还是在考验我。不行，得顺着她先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滚进来吧。这次你若哄不好昭言，你这世子的位置也不要做了。那还不简单？她当年为了嫁给我，忍受了老祖宗千百般的刁难，她爱我入骨，我只要稍微给她点好眼色，还不乖乖听话？你明知道她爱你，那你还对这个对你一心一意的正室看不上眼，非要在外面去啃野草？你是山猪吃不了细糠，非要吃猪食吗？母亲，你说话怎么越来越重？以前你连句重话都不肯跟我说，如今这是被谁灌了迷魂汤？儿啊，母亲的话你若听了，我们侯府便安然无恙。
你若执意要与那沈凌威在一起，我们侯府必有大难临头啊！你少给我来这套！我不管谁在您面前嚼舌根，凌威我娶定了。当年陆昭言嫁给我是受了老祖宗之命，今日这婚啊，离定了。你再敢多说一句，信不信我打断你的狗腿？母亲，瞧你的瓜不甜。盛长风，我答应和你。我不答应。别以为你这样，我就会高看你一眼。当着母亲的面，你戏倒是做的挺全套。今日我要是画了押，你该不会反悔了吧？字我已经签了，手印也已经按了。你又在搞什么鬼？不过是想成全你，也放过我自己吧。赵岩，你若是真对这个男人死了心，这婚就离了吧。母亲，你说话可算话啊！那我可就真签了。慢着，合理，但这条件必须由我来拟。我会将盛家所有的田产、银货和商号悉数转到昭妍腹中的孩子名下。你盛长风削去族谱，净身出户。什么？母亲，这万贯家财、倾城之富，全要转给这个未出生的娃娃？儿子不争气，我给我孙子又有何不妥？我才是你儿子呀，我才是你的亲儿子。你也可以不是。我算是看懂了，养个孩子就跟养个讨债鬼一样，只能无底洞的索取。若真到了索命的关头，你能管我吗？娘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肯定会管的。你要作死，我不管。你现在净身出户去找外面那个女人，如果你一贫如洗，身无分文，她还对你要死要活，就算我盛明珠这辈子瞎了眼。母亲，陆昭言，你们又在玩什么把戏？不是你闹着要休妻吗？如今我成全你了，你只需要画个押到官府去备个案就是。不行，为何？说是净身出户，没有万贯家财，林雨肯定不会嫁给我，这婚暂且离不得。我是侯府世子，岂能净身出户啊？你没得选，现在是我媳妇要休了你。好手段，陆昭言，以前我竟然没发现你有这种心机，还会以退为进。你利用母亲来要挟我。盛长风，不爱便是原罪吗？我做什么都是错的，哪怕是现在为你考虑，都被你说成别有用心。你少给我在母亲面前装委屈，林薇还怀着孩子流落在外呢，她比你委屈数百倍。终究是我自作多情，对您谈情吧。走开！来钱，在。告诉他那个女人现在在哪里。老夫人，这是案内记录的情况，还有别院更夫的。刚刚沈小姐从我们府外坐马车离去，没多久就上了一辆带有徽条的车，随后二人一同进了一处私宅。自己好好看看，没人冤枉你心尖尖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，这定是有人诬陷。林薇从小心地善良，从未与外人有过接触。世子爷，那辆马车的徽记还有私宅的位置，大可派人去查。属下绝无半句虚言。不可能，这定是有人诬陷。哼，这就受不了了，好戏还在后头。昭妍啊，府医等你后脉，已经等了好久了。你不要为了这种混账东西气坏了身子。走。啊，是。你还不滚？等着领赏吗？周管事，在。立刻给我查清楚这辆标志的马车的主人是谁，哪怕掘地3尺，也给我找出来。是，属下这就去查。老夫人，3年前世子爷坠崖一事有眉目了，并非意外。正如老夫人所料，是人为。谁给的狗胆，竟敢谋害侯府的世子！当年修马车的工匠招供了，
是沈凌薇沈小姐给了他500两银子，让他在马车上做了手脚。好一个沈凌薇！当年那辆马车事后被圣府管事秘密销毁，所以并未查出端倪。圣府管事？哪一个圣府管事？便是老夫人当年收养的义子，如今掌管外院庶务的盛天明。我收养他，供他读书习武，许他改姓入族谱，提拔他做管事，没想到竟养出了一条白眼狼。属下还查到，早在3年前，沈凌薇便与盛天明暗通款曲。那我问你，近日来接走沈凌薇的那辆马车，可是盛天明的？属下还在核实，但很快就会有回报。叶哥自然是我亲生的，只不过他身上流的血，不是你们盛家的血。白起，你去查一下沈凌薇受孕的日子，还有世子在那几日的动向，我要确凿的证据。是。既然害长风坠崖的是沈凌薇，那救长风的不是他。老夫人，这是民间神医给的一份当年幻童的记录。幻童之术的药引，这真的是亲家母？受术者是昭妍，昭妍现今的双眼是亲家母的，昭妍原本的眼睛真的给了那个孽障，是非不分的孽障。我重活了一世，我绝不会让你再辜负昭妍的一片真心。看水看山不是，听风听雨何如？萧萧秋风满江湖，苍苍烟幕里，片片路当初。眼熟吗？这是你写的？肯定不会是沈凌薇写的。这是灵儿当年念给我听的。这首《临江仙》只有上阙，若你怀疑我是抄的，不妨就问问你的好青梅，她的下阙是什么？陆兆言如此笃定，难道他真的是灵儿？可若他是灵儿，眼睛为何完好无损？《临江仙》的格律你应该知道，上下各5阙，3平韵。若他是胡编乱造的话，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出来。一首诗词而已，灵儿当年会念给我听，自然也会念给旁人听。保不齐你又是从哪偷听来的，便记下了。汤药快凉了，赶紧喝了吧。果然，你永远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。世子爷，这管事查到了吗？查到了，那辆马车的主人是您的表舅盛天明，千真万确。舅舅？那辆马车的主人是您的表舅盛天明，千真万确。舅舅？凌薇怎么会跟舅舅扯上关系？凌薇的世界里只有我，从未接触过异性朋友。果然，看来他有事瞒着我。长风啊，凌薇既然怀着身孕，在外头也不是太好，不如还是接回来吧。母亲，您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？你们不是早就猜到了吗？这几天我确实在效仿你祖母，刻意刁难凌薇，就是为了想试探她对你的情谊是否坚定。您果然还是在考验她，只是为何又突然松口了呀？凌薇和昭妍不同，她身上怀着盛家的骨肉啊。你终于想通了，但是想让凌薇回来，她提了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她说要您亲自带着双倍的聘礼，也就是半个侯府的家产，亲自请她回来，她才陪我回来。好，
那就在2日后的珍宝拍卖大会上，我为他拍下那套价值连城的凤求凰，当众给他，并正式承认他侯府少夫人的身份。好，我明日就去找林薇。我重活一世，定要改写这侯府的命运。这些魑魅魍魉，通通现出原形。林薇，林薇，你为何不开门啊？我现在就去舅舅家。林薇，你最好别让我失望。你说我们的关系会不会被那呆子给发现啊？怕什么？在他的心里，你是舍身救他的恩人，是让他重见光明的菩萨。如今又怀了他的种，盛长风那个蠢货，重情重义，绝不可能怀疑你。还是你了解那个呆子？哼！哎，瞧一瞧，看一瞧，小杨，你这马蜂能不能快点啊？再快点啊！再快，再快，再快！林薇，天大的喜事儿！老夫人放话了，明日的珍宝阁竞拍会上，她要派下那套价值连城的凤凰于飞铜面送给你。太好了，阿明，没想到那个心狠手辣的盛明珠也不过如此，还不是被我们玩弄于股掌之中？那还得多谢他那个情深意重的好儿子。既然那个老钱婆让步了，那我就去见见盛长风，给他个甜枣吃。心肝儿，我送你出府。舅舅在此处，是林薇，你会在里面吗？沈凌薇，你到底有多少事瞒着我？慢着，你身子虚，先喝了汤。你不在家，家里的好东西都被陆朝言那个下堂妇全吃了。你先喝了它，补补身子。拿过来吧。王嬷嬷，这参汤是母亲给昭妍炖的，若是少了1碗，你如何交代？是啊，沈小姐，你就不要为难老奴了。给我打他！不就是碗破汤吗？谁稀罕？长风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凌薇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回来见，可你呢，不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供给他，还以为1碗汤指责他。这参汤是母亲给昭妍炖的，你若是有意见，不如我把母亲请来，你亲自跟她辩。沈叔要有意见，不如我把母亲请来，你亲自跟她辩。你，长风，你现在吃错药了！我可是凌薇的爹，你未来的岳丈，你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的？好了，爹，你先回去忙吧，我跟长风说几句话就走。哼，长风，你要是想娶凌薇，就别在我们面前摆那种高高在上的主人谱。我们凌薇可不是陆兆业那种软柿子，任由你随意拿捏的。哼！
我竟从未发现，这沈管家竟是这般狂妄的嘴脸。母亲，嘘，接着看。母亲，沈凌薇怎么又回来了？我放消息引他来的。原来是母亲的手笔。你猜，他那双眼睛是真瞎还是假瞎呀？母亲怀疑他是装瞎。你不怀疑啊？早就怀疑。是狐狸，总会露出尾巴。你想说什么？直接说吧。长风，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？我说要双倍聘礼的那种话，是在试探你对我的真心呢。你心思单纯，我相信你，我没有生气。但我有事问你，方才在隔壁院接你走的人是谁？方才在别院接你走的人是谁？能是谁啊？只不过是个手帕之交，闺中密友罢了。我认识吗？你肯定不认识啊！哎呀，长风，这不重要。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，我好欢喜啊！为什么你要说谎？林薇，你让我觉得很陌生。我也欢喜，但是在母亲看见你之前，还是先回避一下吧。都听你的。那我们明日竞宝会上见。好，我来送你。大少爷，大少爷，老夫人说让你去地窖里把那珍藏30年的女儿红给取出来，说晚上要宴请宾客。好，我一会儿去取。可老夫人说要急着用呢。长风，你快去帮婆婆取酒去吧，正事要紧。我让王嬷嬷陪我出去就行了。那便有劳王嬷嬷了。母亲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若不在这儿，怎能让你看清这出好戏？看什么？跟我来。你们给我住手！谁让你们把这些牡丹挖了的？小姐，你的眼睛看得见了。你是不想活了是吧？你是不想活了是吧？主子问话就老实回答，哪轮到你来质问我了？是老夫人命令把花园里的花都铲了，改成少夫人最爱的金丝向日葵的。盛明珠那个老钱婆是老糊涂了吧？谁喜欢向日葵这种乡下村夫才种的低俗玩意儿？我喜欢的是魏子牡丹，只有魏子牡丹才配得上我这种身份高贵的人。你们还不赶快给我住手，把这些野花都给我丢出去！沈小姐，你就不要为难老奴了，老奴只是个下人，不敢违抗老夫人的命令。你还知道自己是下人呢？凌薇马上就是侯府的女主人了，你们连她的号令都不听了。沈管家，老夫人下命令的时候，你也在场的呀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老夫人为了求我女儿入门，连御赐的面首都舍得给，更何况这些垃圾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扒了！去花房搬几盆极品牡丹过来，因为喜欢牡丹。沈管家，小的接到死命令，就是种向日葵呀。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沈家妇女才是侯府的正经主子呢。母亲，你也别怪沈管家猖狂，毕竟世子爷曾经说过，以后这个侯府上下都归沈凌薇管，她才是未来的当家主母。夫君是不？我盛明珠还没死，有些人的狼子野心就藏不住。母亲，你可能误会了。哪句话误会你？这些话可都是你当着全府人的面亲口字字句句说出来。你少在我面前添油加醋。沈说是侯府的老人，20余年来
殚精竭虑，就算偶尔欲举，也情有可原。你脑子里装的是浆糊吗？就算他在家里再干个几千年，他也只不过是一个添了卖身契的奴才。怎么着，你还想给他披麻戴孝、养老送终不成？母亲，您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就是，我们侯府不恭外姓的祖宗，不养那些吃里扒外的白眼狼。你听明白了没有？可沈管家毕竟是林薇的父亲。要是就去查查当年沈管家挖眼救你的事情，他给你的那些证据是真是假，一查便知。我让你把这破烂玩意都拔了，你们听不懂人话是吧？这我这，完了天了你，连我的话都不听了。住手！住手！哎呀，世子爷，你来这正好，得赶紧让这些不开眼的家丁把这些垃圾都拔了。你也知道，林薇喜欢牡丹，等她进门了，看不得这碍眼低俗的东西。沈管家，这是母亲下的命令，种满园的金丝向日葵，你难道连母亲的话都不听了吗？长风啊，你糊涂啊！你娶了凌薇，凌薇就是侯府的女主人，她进门了，看不得这些碍眼低俗的东西。长风，你不会为了这点小事惹我生气吧？凌薇，我记得你之前很懂事，是从何时起，你连母亲的话都不听了？我自然是听母亲的，我只不过是在想啊，就算现在听母亲的，等到日后我嫁进侯府，长了家，那也是要把这些野花全部给挖掉，改种牡丹的呀，何必折腾呢？那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这自然是侯府啊。既是侯府，那自然是我母亲说了算。那我不是未来的当家主母吗？但是现在我母亲还是主母呢。盛长风，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以前都是顺着我的，为何今日非要听那个老太婆的呢？这偌大的侯府，万贯家财都是我母亲挣。你父亲每个月的月例、赏银都是我母亲给的。你从小到大锦衣玉食，每个月的开销不都是我母亲给的吗？你既然花钱的时候知道开口要，那为何现在还不能听我母亲一句话？盛长风，你没事吧？你吃错药了。长风，你在凌薇面前摆什么主人威风？这些年来，你都是对凌薇言听计从，怎么今天跟个疯狗似的？沈管家，注意你身份。你对我吼什么吼？小心我不让凌薇嫁给你，让你这辈子再也看不到她和孩子。原来这些年我的纵容和退让，才养大了你们的威吓。这些年我究竟过的什么日子？哎呀，好了，不就是几颗破花吗？我肚子里怀着可是侯府的长孙，婆婆那么大度，不会跟我计较的。你们还不赶紧把这些低俗的玩意给我丢出去！今日之内若不种满未子牡丹，你就给我滚出侯府，别再经常给我待了。这沈小姐，小的只有一个脑袋，不敢违抗老夫人的命令呀。不用听那个老太婆的，今日之后，整个侯府都听我的。这世子爷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长风，你当着这个下等人的面再说一遍，今日之后，整个侯府是不是都听我的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敢要我侯府上下全听你的？母亲，老夫人，闭上你的嘴！哎呦，老夫人、少夫人，救救小的吧！小的只是个靠手艺吃饭的手艺人，这神仙打架，就别要求我们小老百姓了。张师傅，这里是侯府，我说种什么就种什么。那些人的风言风语，你当他放屁？哎，小的这就去做。老夫人，你还没装够，别等我一会儿发脾气，你又心软，等我替你觉得臊得慌。儿啊，事到如今，你这青梅竹马的真面目，你看清几分？因为自幼在侯府长，他或许一时半会有些心直口快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给我闭上你的嘴！这些年，沈管家和林薇一直都是这般张狂吗？为何我才发现，他们竟如此面目可憎？沈管家，
你在侯府当了36年的差事，从今日起，这份差事就到此为止吧。老夫人，你说什么？要赶我走？我可是侯府的老人啊！对，我就是要将你逐出府去，就是现在，此时此刻。老夫人，你今日是老糊涂了吧？这侯府里里外外，我可是大管家，没有我，那可是转不动的。少往自己脸上贴金。你往日里那些独断专权，我睁只眼闭只眼，只是因为我那不争气的儿子。今日我不想再纵容了，你这只侯府的蛀虫，我第一个要除。我在侯府36年，如今我女儿又怀了侯府的长孙，我早已经不是下人了。你不是下人，难道还妄想当主子不成？我是凌威的爹，是这侯府的半个主人。我懒得跟你废话，给你一盏茶的时间，收拾东西，立马给我走人。没拿走的，我一把火全烧了。老夫人，你为了考验我，现在又拿我爹开涮，这次你就自导自演吧，我是绝对不会再配合你了。要不是我那个傻儿子，你觉得我能这么看你？盛老夫人，你太过分了！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，你若再攻击我，就不是半个家产就能挽回我的事情了。你算是什么东西？你连我儿媳妇昭妍的一根脚指甲都比不上，你还妄想我用侯府的巨额财产来请你？做梦去吧！盛长风，你娘这般羞辱我，你是哑巴了吗？我肚子里可是怀着你的孩子呢。母亲说的没错，要我说，我也只能附和。盛长风，你疯了吗？你娘这是在拿我跟孩子做实验呢，你也跟着胡闹啊！你们再惹我生气，我就带着孩子远走高飞，让你再也找不到我们。哼，谁稀罕？那你非要这么做，我也尊重你的选择。长风啊，凌威心思单纯，受不得委屈，你们这般试探打呀，只会把他越推越远的。万一他真的生气走远了，你们这辈子可就后悔来不及了。好，你们，我警告你们，哪怕你们明日在鉴宝阁上送我价值连城的凤凰羽飞，也绝对不可能会原谅你们的。凌威，今日你们还是先回去吧。你竟然赶我走！对，我请你们离开，我有些事情需要重新考虑一下。走就走，盛长风，一会儿你要哭着闹着的救我回来。咱们走。我凭什么走？我可是侯府的半个主人。沈管家，你还有半盏茶的时间，再不回去收拾你那些细银碎银，小心我母亲一把火烧了啊！我的银子，爹，那些破烂玩意就别要了。你越着急，那老太婆的诡计就越得逞。那么多古董字画，值不少钱的都不要了。哎呀，放心，会回来的。只要我肚子里这张王牌还在，整个侯府就都是咱们的。走，我们走，你们侯府就等着乱成一锅粥吧。哼！赵妍啊，晚餐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去吃好吃的。长风，你真的变了，还是人在做戏？别理那个蠢货。这菜色真清鲜。多吃青菜，败火健康。这什么菜？这都喂兔子的吗？府里的厨子是不是不想干了？吼什么吼？这是府医亲自为你拟的养生食谱，我看这颜色跟你挺般配。娘，我到底还是您的亲儿子，你没必要时刻用这种话来讽刺我。怎么，我说几句实话你就受不了？那你也不想想这几年你是怎么对昭妍的？你是人也会心寒，昭妍呢？她是铁打的吗？她也会心痛啊！真是后悔，我醒悟的太晚了，让昭妍受了3年活剐。昭妍呐，母亲心里愧得慌啊！
你不要责怪母亲了，行吗？我不怪你母亲，以前是我自己痴心妄想，如今想通了，便不觉得苦了。辛苦你了，你能再敷衍点吗？辛苦你了，对不起啊，我知道这些年来亏欠你的太多，没什么好对不起的。以前我的一厢情愿害了3个人，母亲，我想通了。别说我不爱听的话，先吃饭，翡翠米饭养生，多吃点。哟，少爷，哎呀，这他妈是掉温柔乡里了呀！啊，欠我们赌坊那600万两银子，是不是不打算还了啊？你们是什么人？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导演，有话好好说，有话好好说。好说啊！我的规矩就是，要么还钱，要么留下你的手。我们有钱，只不过得多等2日。今天没钱，多等2日就有了。你他妈糊弄3岁小孩呢！等等，侯府，后日的珍宝阁鉴宝会上，盛老夫人会送至宝给我。空口无凭，我他妈怎么信你呀？我现在就证明给你看。你看，这是皇上御赐的玉佩。我还怀了侯府的长孙，如果不是盛世子要娶我的话，怎么可能会给我这个东西？哦，导演，你现在相信了吧？我信你了。明日竞宝校后面啊，我等着你用珠宝换你这双小手啊！啊，走。长风啊，你还是坚持要娶那毒妇。娘，毕竟是人命一条，况且她怀了我的孩子。好吧，你随我去趟书房，我拿样东西给你看。看完卷宗，儿啊，这是娘给你的最后一次回头机会。若看完了真相，你还执迷不悟，那咱们彼此情分也就到头了。赵岩就是灵儿，那我的眼睛是赵岩给的。这么多年，我简直是畜生不如呀！你再看看这个，这是太医院的脉案。临危受孕那几日，你正在赶往江南办差的路上。这孩子根本不是你的。我竟然为了一个毒妇害了赵岩！我这3年来，我都干了些什么呀？我怎么这么不要脸？行，看来还没彻底没救。儿啊，别搭理。赵岩喜欢俊俏的儿郎，你打毁容了，媳妇更追不回来了。娘，你不行，我得去找他。这么多年来，是我错了，是我对不起他，我不能让他一直在这样误会我了。我心里那个人，一直是他。我已经将侯府大半家产都转给了赵岩。赵岩，你是走是留，母亲都尊重你的选择。赵岩。母亲，王凤，我走了。叨扰3年，终是错付，余生不解。5年。灵儿，我才刚认出来你又走了。我不会让你走。赵岩，赵管事，立刻，马上，全城搜寻少夫人，哪怕把京城翻了个底朝天，也要给我找到她。灵儿。
无论走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找到你。赵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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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马呢？我马呢？赵岩，都他妈过去1个时辰了啊！我那600万两的珠宝呢？我再见不着那东西，你这俩小爪子就从你的小身板上泄露。有，一定有，对，有，一定会有的，我保证，我保证。道爷，你再等等，我给他性命起誓，圣父最看重的就是名声和子嗣，他们一定会来的。是真的，他现在肚里怀的那是剩下的长孙呢。圣明中的老太婆一定不会让骨肉流落在外的。你他妈少废话！老子要的是真金白银。有的，一定会有的。圣明珠亲口承诺，他会当着全京城权贵的面，拍下那场价值连城的凤凰于飞，求我进门。我现在手里可是握着王牌呢。哦，好啊！老子就给你半炷香时间，来。半炷香时间要是过了，还见不着那东西。半炷香吗？够了，多谢道爷。道爷，价值连城，定了毒战之后还能收一大笔钱呢。我们肯定不会赖账的，一定不会赖账的。这个您看。还有这点精致，先不要，我再给您看看这个。看中这个了，跟老板说这个也不错。小心那个是好。好嘞，你慢走啊。真不错。哎，这鉴宝会都散了，我剩下人呢？国宝呢？怎么回事啊？还去盛家那小厮怎么还没回来呀？不会出事了吧？不可能，长风不可能不管我的。哎，道爷，我再去找人去催催啊！你他妈还想骗老子？1个时辰都过去了，连他妈鬼影都没有。道爷，你再等等，或许路上耽搁了呢。还在跟我废话？怎么回事？盛夏难道没来吗？李伟，你快来救救我！道爷，您别激动，有可能盛家已经拍下了那头照片，只不过还没来得及通知我们呢。哦，对，一定是这样的。你们把钱掌柜给我叫过来。导演，您有什么吩咐啊？掌柜的，我问您，盛家老夫人是不是拍下了那套价值连城的凤凰于飞啊？这位娘子是在说梦话。今日盛家人压根就没来。什么？没来？人是没来。不过盛老夫人确实还贴身把事来，以高价直接买走了一套镇阁之宝，说是送他儿媳妇的。对，是我。盛老夫人的儿媳妇就是我沈凌薇，是不是就是给我的？是不是就是给我的？哎，真有这事儿？导演，我就说嘛，盛老夫人不可能不要这个长孙的。导演，快把我放了吧，有钱了，有钱了。可是小老儿记得清楚，盛老夫人刻在赠礼红笺上的名字是世子妃陆昭言。什么？和你这什么威的差得太远了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的！你妈的！哎，把他给我剁了！盛长风，你这个薄情寡义的负心汉，纵使我有万般错，可孩子却是无辜的呀！你不能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不要了，盛长风！白起，你把这些交给沈凌薇，警告他，
若再敢在我侯府门前叫嚣，盛明珠定让他下半辈子在天牢里度过。是。沈姑娘，这是老夫人让我交给你的。这是银票吧？1两黄金。我就知道盛明珠舍不得这个孙子。盛明珠，你不是狂吗？到最后还不是被我给拿捏了？哼！这是我给天明瓦来的书信。还有，太医看过了，按脉象推算，你受孕的日子，世子爷正好在外办差，根本不在京城。至于你的孩子是谁的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完了，彻底完了。灵儿，长风，长风，你心里还有我的，对不对？长风。灵儿，你回来好不好？长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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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长风。夫人，小少爷越发的爱笑了。是啊，说明我们的小少爷天天心情好着呢，是不是啊？灵儿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开门啊！我日夜都在忏悔，你让我看一眼孩子，你跟我回去吧，好不好？你不开门，我就一直跪在这儿。灵儿，你回去吧，我们已经和离了。不，我不同意。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自你写下休书，逼我喝红花汤的那一起，在我的心中，盛长风就已经死了。灵儿，你知道我是被那毒妇所骗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跟我一起回去好不好？破镜难圆，覆水难收。更何况你爱的不是我，只是你的执念罢了。灵儿，我爱的是你，你知道我是被蒙骗的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用一辈子证明我爱的是你。如今我在这里过得很开心，偶尔还有你的母亲过来和我说话。我想不明白，为何要同你回去？母亲，她既然知道你在这儿，却不肯告诉我，好狠的心啊！多说无益，是你自己把路走全。往后